一声爆响，尘土炸起半尺高。陆晨渊手里的缺口破完，猛地一抖，凉水全泼在裤裆上。院门敞开，几个青衣家丁抬着2口大竹筐闯了进来，跟倒垃圾似的，把筐里的东西一股脑全扣在院子正中央。满地都是断件、烂铁片，还有扭成麻花的废件胚，有的焦黑，有的崩得只剩半截。一股刺鼻的铁锈焦糊味瞬间炸开。一只云纹快靴迈进门槛，来人一身金丝白袍，腰挂玉佩，正是陆家捧在手心的天才陆晨渊的亲弟弟陆萧寒。陆晨渊坐在石凳上没动，扫了一眼地上那堆破铜烂铁，冷冷说：“这里不是垃圾场。”陆萧寒夸张地笑了一声，脚尖踢起一块锈铁片，炫耀说这些全是他这一周练破空剑诀砍废的兵器。他捡起半截断剑晃了晃，说每一块都见证着他的实力。随手一扔，断剑刚好弹到陆晨渊斜边。陆萧寒抱着膀子居高临下的冷笑，说父亲说过好剑配英雄，像陆晨渊这种天生没灵根、提不起剑的顽铁废铁，给他好剑是侮辱，还嘲讽他拿这些废铁去铁匠铺按斤卖，换几个馒头总比饿死强。陆晨渊没接话，只是静静看着那断剑。穿越到这个以剑为尊的世界18年了，这具身体简直是个玩笑。人人修剑，偏偏他是顽铁废铁，经脉堵得像实心铁棍，丹田硬得像石头。别说引气入体，走路都觉得身子沉得像拖着铅块。反观陆萧寒，16岁练气7层，家族天才，在这陆家没实力，呼吸都是错。领头的家丁赵铁牛凑上来阴阳怪气，说二少爷这是救济他，月宫都停了3个月了，不送这废铁，冬天怕是熬不过去。其他家丁也跟着起哄，说二少爷练功剩下的都带灵气，天天守着没准能给他那死脑筋开窍。众家丁哄笑成一团。陆晨渊目光扫过几人，眼神静得像口枯井，沙哑地问他们笑够了没有，声音不大，却透着股寒意，笑声戛然而止。家丁们莫名觉得后背一凉。陆萧寒眯起眼，质问他给了钱还敢瞪自己的下人。陆晨渊站起身，关节发出咔咔的脆响，像生锈的机器启动，但他站得笔直，比陆萧寒还高半个头。他拍了拍衣摆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真想送钱直接扔银票，往他院里倒垃圾还要他感恩戴德，是练剑练傻了。”然后冷冷让他带着垃圾和狗混，院里死寂。家丁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这还是那个打不还手的废物大少爷。陆萧寒脸色瞬间阴沉，骂了一句给脸不要脸。练气7层的气势轰然爆发，劲风平地而起。他指着陆晨渊的鼻子，让他别以为自己还是少主，既然不识抬举，就别怪他不客气。命令家丁帮大少爷整理一下，把废铁铺他床上去，让他睡觉都枕着反省。家丁们一听这种损招，兴奋的两眼放光，冲上来就要搬铁。陆晨渊横跨一步，大块头往门口一怼，又沉又稳，压迫感十足。赵铁牛一脸狞笑，拍着手里的铁棍，阴阳怪气的让他识相让开，否则拳脚无眼，伤着他这金贵的废物体格可不好。说着用了7成力气，伸手猛推陆晨渊肩膀，一声闷响，赵铁牛感觉自己推在一块生根的花岗岩上，反震力震得手腕生疼，自己反而踉跄退了2步。陆晨渊低头看了眼肩膀上的灰印，不疼，没感觉，这就是顽铁废踢唯一的优点，皮糙肉厚，死沉。陆晨渊没等赵铁牛反应，大手突然探出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手指收紧。赵铁牛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觉得手腕像被铁钳子夹碎，骨头咯吱作响，直接跪在了地上拼命求饶。周围家丁全看傻了，这手劲哪像废物有。陆萧寒大怒，当面打狗就是打他的脸，身形一闪，没拔剑，直接一记裹着白光的烈焰掌拍向陆晨渊胸口。这一掌足以拍碎青石板，陆晨渊避无可避，硬接了这一掌，一声实打实的闷响，劲气炸开，他衣服猛地鼓荡，整个人向后滑出3米，双脚在地上离出2道深沟，撞在门框上才停下，嘴角溢出黑色血液，捂着胸口却没倒下。他靠着门框，眼神依旧平静，嘴角甚至挂着嘲讽。反倒是陆萧寒惊愕地看着自己的手掌，手感不对，像打在一块包着人皮的实心铁坨子上，震得掌骨隐隐作痛。陆晨渊抹掉黑色血迹，冷笑着问：“这就是天才的一掌，是不是没吃饭？”陆萧寒面色凝重，被废物嘲讽没力气，怒极反笑，手摸向腰间佩剑。就在这时，悠远的钟声响彻陆家上空。陆萧寒动作一顿，转怒为喜，喊出那是祭剑钟。父亲要开始准备明天的祭剑大典，他的本命神剑要出炉了，正事要紧。陆萧寒阴冷地盯着陆晨渊，撂下话说：“今天暂且饶他一条狗命，明天祭剑大典会让他知道什么叫云泥之别。”一脚踢开哀嚎的赵铁牛，骂了句没用的东西，带着一群人扬长而去。一群人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只留下一地狼藉。陆晨渊靠着门框，直到脚步声远去，才咳出2口黑色血沫，胸口火辣辣的疼，内脏震荡。他没有畏惧，反而眼中闪过疯狂的光芒，一瘸一拐走到院子中央，看着那一地废铁，心里清楚这哪里是垃圾，简直是绝世美味。他蹲下身，手掌覆盖在一把断刀上，触感冰冷粗糙，瞬间视网膜上一行行淡蓝色代码疯狂跳动，检测到高纯度废旧金属，判定可吞噬，当前状态为顽铁废体，饥饿中。陆晨渊瞳孔猛缩，18年了，这个破任务卡了18年，前几天捡破烂才动了2点，没想到陆萧寒这个好弟弟一次性送满了。他强忍剧痛，双手猛地插入废铁堆，左手断剑，右手铁盾，系统清脆的提示音炸响，蓝色界面崩碎，化作鲜红大字：前置任务已完成，无限吞噬净化系统正式开启。系统检测到周围存在大量同源废料共53件，询问是否立即开启第一次吞噬净化。陆晨渊咧嘴笑得狰狞，只吐出一个字：吞。手中断剑和铁片像冰雪浴火般诡异融化，然而面板红光闪烁，系统发出警告：宿主肉身受损，直接吞噬可能导致肉身崩坏，建议修复伤势或寻找核心影子辅助。推荐蕴含微量建议的凡阶极品废料，还得要影子，这一地都是凡阶中下品的垃圾，哪来极品？没有核心影子净化效果打折，那怎么行？要练就练最强的身躯。陆晨渊目光变得幽深，想起了陆萧寒刚才的话，明天的祭剑大典，母亲留下的那枚寒铁令，那是当年陆家的试剑时凡阶极品中的极品。据说父亲为了给陆萧寒铸剑，正打算容了他做辅料。陆晨渊
渊猛地握拳，指甲掐进肉里，那是他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动。次日清晨，陆家主峰祭剑台周围人声鼎沸，广场中央矗立着巨大的青铜铸剑炉，炉火烧得通红，热浪滚滚。院门敞开，几个青衣家丁抬着2口大竹筐闯了进来。今天是1年1度的祭剑大典，更是二少爷陆萧寒本命神剑出炉的大日子。全族高层和云州城有头有脸的大佬全来了，坐在观礼台上伸长脖子。陆晨渊一身补丁粗布衣，手里死死攥着装满废铁的大破筐，站在人群最外围。周围光鲜亮丽的陆家人路过他时，纷纷捂着鼻子绕道，跟躲臭狗屎似的。正是陆家捧在手心的天才，陆晨渊的亲弟弟陆萧寒。陆晨渊坐在石凳上没动，扫了一眼地上那堆破铜烂铁，冷冷说：“这些窃窃私语，陆晨渊全当没听见。对他来说，这筐废铁现在比陆家任何人都轻。”吉时已到，一声大喝响彻全场。家主陆重月一身暗红长袍，满面红光的站在炉前。陆萧寒一身崭新银白剑装，傲气冲天的享受着全场注视。他捡起半截断剑晃了晃，说每一块都见证着他的实力。随手一扔，断剑刚好弹到陆晨渊斜边。陆萧寒抱着膀子居高临下的冷笑，说：“父亲说过好剑配英雄。”陆重月满意点头，却又皱了皱眉，转头问首席铸剑师：“这剑气是不是还差几分火候？”还嘲讽他拿这些废铁去铁匠铺按斤卖，换几个馒头，总比饿死强。二少爷是先天剑骨，普通辅料配不上，要是能有一块极品寒铁做引子融入剑脊，这把剑甚至有望冲击黄阶下品。黄阶下品，全场死寂1秒，瞬间炸锅。在云州城，这就是镇族之宝的级别。陆重月眼睛都红了，呼吸急促地问库房还有没有极品寒铁。铸剑师摇头，目光却瞟向外围的陆晨渊。在这陆家，没实力，呼吸都是错。领头的家丁赵铁牛凑上来阴阳怪气，说：“二少爷这是救济他，月宫都停了3个月了，不送这废铁，冬天怕是熬不过去。那里藏着母亲唯一的遗物，也是他这18年唯一的念想，天天守着，没准能给他那死脑筋开窍。”众家丁哄笑成一团。陆晨渊目光扫过几人，眼神静得像口枯井，沙哑地问他们笑够了没有。陆晨渊没动，手指死死抠着破竹筐边缘，指节发白。他声音干涩却异常清晰地说：“那是母亲的遗物，不是炼器的材料。”陆重月眉头倒竖，威压轰然爆出，怒斥他放肆。但他站得笔直，比陆萧寒还高半个头。他拍了拍衣摆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真想送钱直接扔银票。”陆晨渊凄凉冷笑，质问：“从小到大扣他的月宫牺牲给弟弟，抢他的院子牺牲给弟弟，连婚约都抢，现在连母亲最后的东西也要牺牲。”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，说自己是陆重月的儿子，不是陆萧寒的养料。全场死寂，谁也没想到这唯唯诺诺的废物敢当众指着鼻子骂家主。陆重月脸黑成了锅底，骂了声混账东西，身形一闪，瞬间贴脸，根本没给陆晨渊反应的机会，抬手就是一记重耳光。他指着陆晨渊的鼻子，让他别以为自己还是少主，既然不识抬举，就别怪他不客气，命令家丁帮大少爷整理一下。他狂喷出一口黑色血液，半边脸瞬间肿起老高。陆重月居高临下，满眼冰冷和厌恶，骂他给脸不要脸，说他一个废物占着家族资源18年，跟地上的废铁一样，只配生锈。赵铁牛一脸狞笑，拍着手里的铁棍，阴阳怪气的让他识相让开。说完，陆重月隔空一爪，陆晨渊只觉胸口一凉，说着用了7成力气，伸手猛推陆晨渊肩膀。陆重月看都不看，随手扔给铸剑师，命令拿去熔了。铸剑师大喜，反手将令牌丢进熊熊剑炉。陆晨渊眼珠充满黑色血丝，拼命挣扎想爬起来抢，可浑身骨头仿佛散架般动弹不得。陆晨渊没等赵铁牛反应，大手突然探出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手指收紧。赵铁牛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觉得手腕像被铁钳子夹碎了，骨头咯吱作响，直接跪在了地上拼命求饶。周围家丁全看傻了，这手劲哪像废物有。陆萧寒握着神剑，满脸得意，挑衅的朝地上的陆晨渊动了动嘴唇，身形一闪，没拔剑，直接一记裹着白光的烈焰掌拍向陆晨渊胸口。热闹是他们的。陆晨渊趴在冰冷的废铁渣里，心彻底凉透了。在这个家里，他真的连一块废铁都不如。双脚在地上犁出2道深沟，撞在门框上才停下。他撑着满是血污的手，摇摇晃晃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周围瞬间安静，众人诧异地看着这个狼狈的大少爷。陆重月冷眼扫来，嫌他还不够丢人，命人把他拖下去禁足1个月。陆晨渊叫了声慢着，随意抹掉嘴角的血，动作慢却透着让人心悸的狠劲。陆晨渊抹掉黑色血迹，冷笑着问他，直呼陆重月的名字，问他这块牌子是不是早就想收回去。陆萧寒面色凝重，被废物嘲讽没力气，怒极反笑，手摸向腰间佩剑。陆晨渊怒吼，既然他们当他是废物，这少主之位他不要了，猛地举起令牌，当着几百人的面狠狠砸向地面。父亲要开始准备明天的祭剑大典，他的本命神剑要出炉了。陆晨渊挺直脊梁，目光如刀，死死盯着台上父子。撂下话说，今天暂且饶他一条狗命，明天祭剑大典会让他知道什么叫云泥之别。一脚踢开哀嚎的赵铁牛，骂了句没用的东西，带着一群人扬长而去，说他有种出了这个门就饿死也别想再踏进陆家半步。陆晨渊冷冷甩下一句，说他就算死也不死在陆家门口，转身走向散落的废铁，在所有人看疯子的目光中弯下腰，把生锈断剑、铁片一块一块重新捡回破竹筐。嘲笑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。有人说他疯了，连少主令牌都砸，临走还要带一筐垃圾。陆晨渊充耳不闻，这是他的系统，是他翻盘的资本。他单手拎起几百斤重的竹筐背上，头也不回地往大门外走。高台上陆萧寒握着神剑冷哼，嘲讽他是丧家之犬，背着垃圾能去哪？没人注意到陆晨渊背在筐里的手正泛着诡异的红光。前几天捡破烂才动了2点，没想到陆萧寒这个好弟弟一次性送满了。他强忍剧痛，双手猛地插入废铁堆，左手断剑，右手铁盾，系统清脆的提示音炸响，蓝色界面崩碎，化作鲜红大字。陆晨渊踏出陆家大门，冷眼望向远处的苍狼山脉，心中冷笑着说垃圾，很快他们就会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垃圾。夜色像块吸饱墨汁的破布，死死压在苍狼山脉头顶。陆晨渊拖着破竹筐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碎石路
路上，手中断剑和铁片像冰雪浴火般诡异融化。他又饿又累，胸口挨的那一掌还在作痛，每呼吸一次肺里都像塞了把铁屑。他靠着大树喘粗气，眼神却死盯着筐里的宝贝，这是他翻盘的命根子。突然一声咆哮炸响，腥臭恶风扑面而来，陆晨渊脸色一变，抓起竹筐就地一滚，一只巨大的黑色熊掌狠狠拍下，三人合抱的大树直接被拍断，木屑横飞，尘土散去，露出一头2层楼高的巨兽，浑身黑毛如钢针，背上覆盖着银灰角质层，泛着金属冷光，一阶妖兽铁脊熊，刀剑难伤。陆晨渊暗骂一声，现在的他连普通人都打不过，拽起竹筐转身狂奔。铁脊熊暴怒，像辆失控的重型坦克，一路撞断无数大树，死死咬在身后。那是他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动。陆晨渊瞥见山壁上有个狭窄石缝，铁脊熊绝对钻不进，拼尽最后力气猛地一扑，滑了进去。铁脊熊大脑袋撞在洞口，整座山壁都在晃，巨大的熊爪拼命往里掏，指甲抓的石壁吱嘎作响，离陆晨渊鼻尖不到半尺。铁脊熊疯狂撞击，狭窄洞口开始崩裂扩大，照这速度，半炷香他就能钻进来把陆晨渊撕碎。没退路了，陆晨渊眼中闪过狠厉，一把掀翻竹筐，几十把断剑废铁散落一地，他直接扑进废铁堆，抓起一把断匕首狠狠握住，锋利断口割破手掌，黑色血液溢出，淡蓝色光幕瞬间刷屏，检测到断剑12把，废盾碎片8块，铁筋残渣32份，当前总数量52件，条件满足。系统发出警告，宿主肉身孱弱，强行开启红炉之躯将伴随剧烈痛苦，询问是否继续。陆晨渊双眼赤红，都要被熊吃了还怕什么疼？怒吼一声让系统开，系统指令确认，红炉之躯启动，废铁瞬间震动，像蜡烛浴火般融化，化作赤红滚烫的金属洪流，顺着伤口疯狂钻进陆晨渊体内，凄厉惨叫响彻山洞，滚烫金属液在体内横冲直撞，经脉烧毁重组，骨骼碾碎重铸，体内爆豆般脆响不断，皮肤泛起古铜色光泽，干瘪肌肉像充气般隆起，线条变得如岩石坚硬，它不再是肉体凡胎，正在变成人形兵器。洞口终于塌了，铁脊熊硬挤进来，猩红眼睛盯着角落里的陆晨渊，然而角落里的人影动了，陆晨渊缓缓起身，古铜色皮肤散发幽冷光泽，宛如出炉铜像，他握拳，空气炸出一声气爆，没有灵力，只有纯粹到极致的力量。系统提示初级红炉之躯锻造完成，当前肉身强度堪比黄阶下品灵气，获得特性铜皮铁骨，可无视炼器5层以下物理攻击。陆晨渊扭了扭脖子，骨节发出金属摩擦声，看着近在咫尺的铁脊熊，嘴角勾起残忍笑意，问他刚才追得爽不爽。铁脊熊愣住了，本能觉得眼前猎物变了，但他没退缩，咆哮一声，巨掌带着开山裂石的威势狠狠拍下，足以拍弯黄阶兵器。陆晨渊不闪不避，甚至没格挡，简单粗暴迎着熊掌挥出一拳，沉闷巨响震得石笋簌簌落下，碎的不是陆晨渊的手，铁脊熊的熊掌直接扭曲变形，庞大身躯被这一拳硬生生轰飞，重重砸进洞壁。他惊恐地看着陆晨渊，眼里全是恐惧。陆晨渊看了一眼手背，连皮都没破，黄阶下品灵气的硬度不是吹的。陆晨渊一步步走向铁脊熊，每一步地面都跟着震动。陆晨渊摸了摸他背上的银灰角质层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说他这身皮倒是挺硬，正好刚才吞废铁只是打底，现在肚子饿了，拿它当饭后甜点。话音未落，再次挥拳直奔脑门，连刀剑都砍不穿的铁戟在陆晨渊铁拳下脆得像饼干，一拳击穿铁甲，铁脊熊抽搐几下，彻底不动了。系统提示击杀一阶妖兽铁脊熊，检测到高品质生物金属材料，包括铁脊熊骨和金属角质层，询问是否吞噬。陆晨渊眼中绿光一闪，手掌按在铁脊熊身上，坚硬背甲肉眼可见的干瘪，化作精纯能量涌入体内。这一次没有剧痛，只有泡温泉般的舒爽。几分钟后，铁脊熊只剩下一副空壳。陆晨渊起身，感受着体内爆炸性的力量，虽然没灵力，但这就够了。他自问什么废体，只要够硬还要什么灵力？心中暗暗发誓让陆家和陆萧寒等着。陆晨渊走出山洞，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晨光洒在他古铜色肌肤上，整个人如同一把即将出鞘的绝世凶兵。他看向云州城方向，舔了舔嘴唇，嘟囔着肚子还是有点饿。听说城里铁匠铺废料堆积如山，那就去吃个自助餐吧。毒日头烤的青石板都在冒烟，人流里混进个衣衫褴褛的少年，上半身挂着几根破布条，皮肤黑得像在酱缸里抛过的老铜钱。最扎眼的是背上那个大包裹，鼓鼓囊囊，还在往下滴带腥味的血水。路人嫌弃的捂着鼻子躲得老远，有人骂哪来的野人臭死，有人猜他是从苍狼山脉逃回来的，捡了条烂命。陆晨渊当没听见，他眯眼瞅了瞅远处气派的药灵阁，那边进进出出的全是光鲜亮丽的修士，空气里都是药味。换做以前，或者换做这城里9成9的人，进城第一件事肯定是去药灵阁买药，但陆晨渊看都懒得看，肚子咕咕叫，脚下一拐直奔城西最脏乱差的断铁巷。药丸子是弱鸡吃的，铁才是硬通货。烈火铺是云州城最大的铁匠铺，隔着老远就能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，硫磺味混着汗臭味冲鼻子。铺子里几十个光膀子学徒正抡大锤火星子乱飞，柜台后面掌柜钱富贵正愁眉苦脸拨弄算盘，时不时吼两嗓子让人清点，说那是金铁胚子敲坏了，把人卖了都赔不起。陆晨渊沙哑的喊了声掌柜的，钱富贵头都没抬，像赶苍蝇一样摆手，让他要饭去别处，门口馊水桶可以提走。一声闷响，一只带着半截骨头血淋淋的熊掌重重拍在柜台上，震得算盘珠子乱爆。钱富贵吓了一激灵，定睛一看，眼珠子差点瞪出，这熊掌足有脸盆大，切口处露出银灰色的骨茬，透着一股子凶悍劲儿。钱富贵倒吸一口凉气，认出这是铁脊熊的熊掌，还是一阶巅峰的，猛地抬头，这才正眼看面前这个叫花子一样的少年。陆晨渊面无表情，把背后的大包裹往地上一扔，地板都跟着颤了颤。他说还有一张完整的背皮和4根獠牙，拍拍手上的灰，问掌柜收不收。钱富贵咽了口唾沫，铁脊熊是出了名的硬骨头，一般炼气期修士见了都得绕道走，这小子身上没半点灵力波动，居然能宰了这种凶兽。钱
钱富贵那张肥脸瞬间笑成了一朵花，夸他好身手，说这可是炼制防御法器的好东西，开价50块下品灵石，保证不坑人。50块灵石够普通猎户一家吃喝好几年。但陆晨渊摇了摇头，说他不要灵石。钱富贵愣了，问他要什么，丹药还是兵器都能弄到。陆晨渊手一指铁匠铺后院那座废弃物小山，说他要垃圾，把后院炼废的铁渣、断剑还有没人要的生锈矿石全都给他，全包了。空气安静了几秒，钱富贵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陆晨渊，以为自己听差了。后院那堆是工业垃圾，炼器损耗大，废渣、炸炉碎片、有毒矿渣常年堆在那，又占地又难搞，每个月光是请人运出去埋了都得花不少钱。现在有人拿价值连城的铁脊熊材料换垃圾，钱富贵试探着问他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，说那些废铁渣除了陈皮又没有，盖房子都嫌个脚。陆晨渊有些不耐烦，手指敲着桌面说着不用他管，换不换？不换就去隔壁百宾阁。钱富贵一听要去隔壁，急得差点跳起来，连说换马上换，飞快把熊掌熊皮收进柜台，生怕陆晨渊反悔，扯着嗓子冲后院喊人，赶紧把后院那堆宝贝给这位小兄弟装车。1刻钟后，陆晨渊在城南柳树胡同租了个破院子，院墙塌了一半，也就2扇大门还算结实。看着眼前这座3米高的垃圾山，陆晨渊眼睛都在冒绿光。这哪是垃圾，这是满汉全席，断裂的百炼钢刀材质实打实，炸裂的赤铜鼎是高纯度赤铜，满地的铁精粉末对别人是废尘，对他就是蛋白粉。系统检测到海量金属废料，种类丰富，包括钒铁、金铁、赤铜、黑铁。系统评价为盛宴，建议立即吞噬。陆晨渊强忍着扑上去啃一口的冲动，扔给车夫1块碎银子打发人走。车夫们像看怪胎一样看了他一眼，赶紧驾车跑了。院门一关，世界清净。陆晨渊插上门栓，看着眼前锈迹斑斑的废铁山，夕阳照在上面凄凉又粗犷，但在他眼里比金山银山还迷人。肚子再次抗议，红炉之躯开启后那种深层次的饥饿感，只有金属能填补。陆晨渊深吸一口气，大步走到废铁堆前，抓起一把生锈铁钉，跟抓瓜子似的。普通人抓这玩意儿手早烂，但他手掌硬得像铁钳，用力一搓，铁钉直接被搓成的铁球。张嘴白牙闪着寒光，直接把铁球塞进嘴里，令人牙酸的咀嚼声响起。坚硬的铁钉在他嘴里就像炒脆的黄豆被嚼得粉碎。系统提示吞噬生锈钒铁10枚，获得微量铁元素精华，肉身强度提升0.01%。一股热流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爽的陆晨渊眯起了眼，嘟囔着有点土腥味，不过管饱。吃完铁钉，他又盯上了一块断裂的护心镜，黑铁打造的比钒铁高一个档次。陆晨渊心想这块算是五花肉，抓起来双手一掰，厚实的黑铁应声而断，拿起半块直接送进嘴里。随着不断吞噬，陆晨渊皮肤再次泛红，体温飙升，整个人像个人形火炉，周围空气都扭曲了。废铁堆肉眼可见的减少，他身上的气息却在节节攀升，肌肉线条越来越清晰，古铜色皮肤隐隐透出黑色金属光泽，那是黑铁之躯即将大成的征兆。要是钱富贵在这儿得吓晕过去，他以为的垃圾正在造就一个怪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月亮爬上树梢，废铁少了1/10。陆晨渊打了个饱嗝，吐出一口带火星的热气，握拳力量比白天打熊时又强了3成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脚步声，紧接着是砰砰砰的砸门声。有人喊开门，说有人看到通缉犯往这边跑了。质问这破院子怎么锁门了，肯定有鬼要撞开。陆晨渊动作一顿，嘴里嚼了一半的剑柄停了下来，他咽下最后一口铁屑，缓缓站起身，眼神瞬间冷到了冰点。打扰他吃饭，找死！院门直接炸开，半扇门板飞进来，砸起一地灰。3个满脸横肉的大汉提着鬼头刀闯了进来，领头的刀疤脸扯着嗓子吼，让那个外乡人滚出来。有人看见他带了一堆东西进城，识相的就把值钱的交出来，不然剁了喂狗。然而3个气势汹汹的劫匪全愣住，院子里没有瑟瑟发抖的肥羊，只有一个光膀子少年盘腿坐在废铁山前，手里抓着把生锈铁剑正往嘴里送，令人牙酸的咀嚼声在夜里格外瘆人。少年像啃甘蔗一样一口把铁剑咬掉一截，嚼得火星子直冒，然后咕嘟一声咽了下去。领头的揉揉眼，以为自己见鬼，旁边小弟吓得声音发抖，说小子在吃铁。陆晨渊咽下最后一口铁渣，转头泛着冷光的眼睛扫了他们一眼，问他们也是送外卖的。领头的恼羞成怒，大骂装神弄鬼，不管他吃铁还是吃什么，不交钱就让他吃刀子，喝令手下砍死他。3个劫匪挥刀就冲，领头的冲最前面练起3层修为，手里凡阶上品利器，平时砍人跟切菜似的，这一刀直奔脖子下了死手。陆晨渊坐着没动，甚至懒得躲，只是歪了歪头，一声脆响，刀砍中了肩膀，但没血，像是砍在了钢板上，只留下一道浅浅白印，连皮都没破，反倒是鬼头刀崩了个米粒大的缺口。领头的惊骇欲绝，问他穿了什么软甲。陆晨渊弹了弹肩膀上的灰，冷笑说他这身皮比软甲贵多了。话音未落，陆晨渊猛地探手，一把抓住刀背，说既然来了就把兵器留下。五指一捏，凡阶上品的鬼头刀像酥脆饼干一样被硬生生捏成碎片。领头的心疼大叫，下一秒陆晨渊反手一巴掌抽过来，纯粹的肉体力量直接把人抽飞，在空中转了3圈，重重砸在院墙上，当场昏死。2个小弟吓得腿软，刀掉地上，跪地磕头求饶，说走错。陆晨渊只吐出一个字，让他们滚。2人拖起同伴连滚带爬跑，刀都不敢捡。陆晨渊摇摇头，说一群苍蝇。目光落在地上的2把鬼头刀上，眼睛一亮，说不错，多了2根辣条。捡起刀当零食塞进嘴里嚼个粉碎。经过这小插曲，他对自己身体心里有底，炼器3层不破防，凡阶上品兵器崩口，但这还不够。陆家那个老东西手里有灵气，不赶紧练，下次崩的就是他骨头。继续吃。陆晨渊坐回废铁堆，化身无情粉碎机，吞噬生锈铁渣50斤之后，杂质排出。陆晨渊浑身毛孔张开，腥臭黑液排出，反铁杂质排空，皮肤变得紧致，新长的皮肤呈暗哑灰黑色，摸着冰凉坚硬，像冷血动物的鳞片。系统恭喜宿主获得黑铁皮初级形态，防御力提升至炼器5层，难伤分毫。陆晨渊不停手，胃里像火炉烧，饥饿感更强了。他盯上烈剑胚，这些虽然是残次品，但材质比凡铁好，甚至掺了低级磷矿。
矿，抓起来就咬，金属碎片划过食道化作热流，吞噬断裂下品法剑10把，提取到瑞金之气，吞到50把时瑞金之气强化指骨，异变突生，食指剧痛，指甲盖像要被掀翻，原本圆润的指甲迅速变长变尖，角质层褪去变成了泛着寒光的金属质感，10分钟后疼痛消失，食指指甲变成了10把微型匕首，锋利无比。他随手在废铁盾上一划，3寸厚的铁盾直接被划出5道深口，切口平滑如镜。系统恭喜宿主肢体进化成功，获得神通部件碎金爪初级，效果自带破甲，可撕裂凡阶极品护具并损伤黄阶下品灵气。陆晨渊眼中金光爆闪，暗想这要抓在人身上，炼气后期敢硬抗也得被开膛破肚。这一夜陆晨渊没停，吃光铁渣，吃光断剑，连铜鼎都啃，整整5000斤废料全进了一个人肚子。普通人早中金属中毒死100回了，他反而精神奕奕，浑身充满了爆炸性力量。第一缕阳光洒进院子，原本满满当当的院子空了，连颗钉子都没剩。陆晨渊站在院中央，形象大变，个子高了一截，肌肉像铁块隆起，皮肤变成深邃暗金色，阳光照上去不反光，反而像在吸光，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。他随手捡起地上仅剩的磨盘大青石，少说800斤，单手抓住边缘举过头顶，还在手里转了2圈，嫌太轻了，五指猛地一扣，坚硬青石直接被抓碎一角。陆晨渊扔掉石头，感叹没灵力没咒语没法诀，才是力量简单粗暴。现在的肉身防御力堪比黄阶下品灵气，只要不是筑基期大修，炼气期拿凡兵砍他跟挠痒痒没区别。他对着空气挥出一拳，空气被打爆，拳风激起一地尘土。他得出结论，还修什么仙，他自己就是最强的法宝。就在这时，他耳朵动了动，院外传来一阵轻微脚步声，虽然刻意压低，但在他耳朵里清晰如雷，步履沉稳，呼吸绵长不止一个，有杀气。陆晨渊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不用猜也知道是陆家，这么快就来了。他看了一眼空院子，嘴角勾起嗜血的笑，刚好饭吃饱了，正愁没地方消食。他没躲，反而大马金刀走到院子中央石凳坐下，抓起地上残留的铁片，漫不经心地修剪着寒光闪闪的指甲。金属摩擦声传出老远，门外3个陆家执法队黑衣人正要翻墙，听到这牙酸的声音，领头的一顿，问什么声音？有人说好像是磨刀，领头人不屑地说故弄玄虚，说家主有令那个废物偷了重宝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，让他们动作快点。3人像狸猫一样越上院墙，然而看清院里景象时瞳孔猛缩，传说中的废物大少爷光着膀子正拿铁片磨指甲，看到他们陆晨渊缓缓抬头，露出一口白牙，说了声早啊几位，还夸陆家的狗鼻子挺灵。他站起身，暗金色皮肤在阳光下闪着令人心悸的光，破败小院里空气都冻住。3个黑衣人成品字形把陆晨渊围在中间，一个个气息外放，全是炼气8、9层的好手，领头那个更是半只脚踏进筑基期，手里的剑泛着蓝光，是入了品的双铁剑。这3人是陆家执法堂暗卫，专干脏活，杀人不眨眼。领头的周虎摘下面罩，眼神像看死人一样，让陆晨渊不用废话，把寒铁令金魂交出来给他个痛快。陆晨渊坐在石凳上，手里磨指甲的铁片已经被捏成废渣，他吹了口气，吹掉铁粉，似笑非笑地说，昨天几百双眼睛看着陆重月把令牌扔炉子里，现在找他要，是不是陆萧寒那把神剑炸了？周虎脸色一沉，呵斥他放肆。2少爷的神剑出了问题，铸剑师说是反铁赝品，真正的寒铁精髓肯定被他调包。陆晨渊眼底闪过一丝嘲弄，原来如此，神剑质量不行，陆家为了甩锅或者斩草除根，硬把屎盆子扣他头上。陆晨渊站起身，脖子咔吧咔吧直响，摊开手按金色的手掌泛着冷硬光泽，东西没有命有一条，不过让他们确定能不能拿走。左边的高寿暗卫冷笑，嘲讽他一个毫无灵力的废物，靠邪门歪道硬了几分就真以为能翻天。另一个催促别废话，家主说了死活不论，赶紧动手。周虎一声令下，3把利剑同时出鞘，高寿暗卫速度最快，脚尖一点化作残影利剑裹挟锋刃，直刺陆晨渊后心。然而陆晨渊连头都没回，像吓傻了一样站着不动。周虎感觉不对，大吼小心，已经晚了。一声脆响像玉珠落盘，高寿暗卫脸上的狞笑凝固，剑刺中了但没有入肉感，反而像刺在万年玄铁上，巨大反震力震得他虎口崩裂，鲜血直流。金刚长剑承受不住反作用力，弯成夸张弧度，然后剑身断裂，半截剑尖弹飞，擦着他的脸飞过，带出血痕。高寿暗卫握着断剑傻了，金刚剑削铁如泥，居然连皮都刺不破。陆晨渊缓缓转身，衣服破了个洞，露出暗金色皮肤，连白印子都没有。他语气平淡的像在问吃了没，反问对方是不是在给他挠痒痒。高寿暗卫惊恐后退，喊他是怪物。陆晨渊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既然来了，东西留下。话音未落，他动了，没灵力没战绩，纯粹肌肉爆发，青石板炸裂，整个人像出膛炮弹，瞬间跨越5米出现在高寿暗卫面前，一只暗金色大手向铁钳扣住手腕，骨裂声伴随惨叫，单手一扯胳膊直接拧成麻花，半截断剑落入手中。陆晨渊拿着断剑当着3人面掰下一块扔进嘴里，嚼得津津有味，火星子直冒，还评价了一句金刚材质杂质多了点，勉强入口。3个暗卫全看呆了，这哪是人，分明是披着人皮的凶兽。周虎反应过来这小子肉身硬，必须攻弱点，大喊一起上攻下盘和眼睛。他和矮胖暗卫一左一右2把剑像毒蛇出洞，直刺双眼和下盘，招招致命。陆晨渊咽下铁渣，眼神一冷，绝对力量面前没有弱点，他不躲猛地闭眼，剑尖刺在眼皮上，再次发出金铁交鸣声，虽然刺痛但没破。与此同时，陆晨渊无视下身攻击，双手直接抓向剑身，锋利剑刃划过掌心，火花四溅，却切不开暗金色角质层。他暴喝一声，双臂肌肉隆起，蛮力爆发，2把上品凡兵像筷子一样被硬生生折断。矮胖暗卫惨叫说他的剑。陆晨渊松开断剑，一步跨出肩膀，狠撞胸口，使出一招撞山式，一声闷响，矮胖暗卫胸口肉眼可见凹陷，像被巨锤砸中的破布袋，倒飞10几米，砸穿院墙，生死不知。眨眼间2废1伤，只剩周虎。此时的周虎哪还有嚣张气焰，手抖得像筛糠，满脸冷汗，步步后退，满眼恐惧。质问陆晨渊不是叶凡，问他是什么东西，是夺舍还是妖魔。陆晨渊没回答，捡起另一截断剑，
双手握住两端，用力一拧，坚硬金刚像面团一样被拧成麻花。他把麻花剑扔在地上，逼近周虎，让他回去告诉陆重月，想杀他就别拿这种破铜烂铁丢人现眼，下次让他亲自带着黄阶灵气来，或许能崩掉他一颗牙。周虎咽了口唾沫，转身就跑。陆沉渊脚尖挑起碎铁片，猛踢正中小腿弯。周虎惨叫跪地，陆沉渊慢悠悠走过去，居高临下。周虎疯狂磕头求饶，说自己是奉命行事。陆沉渊拍拍他的脸，说放心，不杀他，杀他脏手，还要他回去报信，然后让他把身上的钱和值钱金属护具都留下，另外2个身上的也扒了，算他们打扰他吃早饭的赔偿。周虎连忙掏储物袋，又去搜刮铜棒，恭恭敬敬堆在陆沉渊面前。陆沉渊挥手让他滚，周虎如蒙大赦，拖着废腿连滚带爬跑。院子恢复安静，陆沉渊看着地上的断剑和钱袋，撇嘴骂了声穷鬼，除了几把破剑就几十块零食，拿起一把断剑嚼了起来。系统提示吞噬精炼含铁凡阶上品，肉身硬度微量提升，碎金爪锋利度提升，几分钟后断剑全进肚子，力量又充盈几分，指甲含义更重。陆沉渊嫌弃说这点只够塞牙缝，看向院外盘算着陆家这次失利，下次肯定派更强的，甚至筑基期。现在的肉身对付炼气期横着走，遇到能飞的筑基期还是吃力，得换地方，需要更多更高级的金属。他脑海浮现一个名字，天风宗，云州最大炼气宗门，后山有座残冰谷，堆积了几百年炼废的兵器数量何止千万，对别人是垃圾场，对他是天堂，无限供应自助餐厅。而且天风宗正在招杂役弟子，只要力气大肯吃苦。他看了一眼能捏碎金刚的手掌，自信一笑，说力气大简直为他量身定做，不再犹豫，收拾好零食，戴上斗笠遮住暗金色皮肤，大步走出院子。天风宗山门前热闹的像菜市场，今天是招杂役弟子的日子，虽说是杂役，但毕竟是云州第一炼气大宗，哪怕烧火打铁也比当伞修桥。广场上挤满了人，空气里全是汗臭味和焦炭味。山门旁立着块2丈高的石碑，刻着天风2字，前面黑脸汉子嘀咕说这次只要50个，不看灵根只看力气，听说要举起那口玄铁鼎才算过，2000斤。同伴缩缩脖子说腰不得压断，陆沉渊嘴角微勾，2000斤，昨晚吃的磨盘大青石都有800斤，对他跟完似的。现在这副黑铁之躯单臂力量早超5000斤，2000斤也就个哑铃。一声雷鸣般的暴喝炸响，山门内走出个魁梧中年人，外门执法长老熊振山，壮得像头直立行走的棕熊，胳膊比普通人大腿还粗。熊振山说自己是考核负责人，天风宗不养闲人，没力气就是废物。大手一挥，指着广场中央一口黑色大鼎，半人高，3足2耳，通体漆黑。他宣布规则：玄铁鼎2000斤，不用灵力，单凭肉身举过头顶，坚持3系，做不到就滚。人群炸锅了，不动灵力举2000斤那是体修干的事。考核开始，大部分人要么搬不动，要么脱力，直到第50个才有个天生神力的勉强举过头顶，扔下鼎昏死过去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几百号人刷下去大半。陆沉渊推斗笠走了出来，周围顿时一阵低笑，嘲笑乞丐也来混饭吃。他径直走到玄铁鼎前，但他关注的是材质。系统检测到高纯度玄铁合金纯度85%，口感评价极佳，嘎嘣脆，建议趁人不备咬一口。陆沉渊咽口唾沫，强压食欲。这是考核道具，吃了会被全宗追杀。记录弟子问名字，陆沉渊报了名字，被催促快点举步起来走。他走到鼎旁，随意伸出一只手抓住一只鼎炉，周围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爆笑，嘲笑他单手举2000斤，脑子饿傻。熊振山也皱眉，最烦没本事还装的。陆沉渊手指微用力，坚硬鼎足在他手里像块豆腐。他轻吐一个起字，没蓄力，手臂猛地一挥，2000斤重的玄铁鼎像个皮球一样直接飞了起来，足足2米高。全场死寂，笑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张大嘴，眼珠子跟着鼎飞。这什么怪力？扔2000斤跟扔石子一样。陆沉渊看都没看手掌，自然上托。玄铁鼎稳稳落在他掌心，手臂纹丝不动，整个人笔直，仿佛拖着的不是2000斤，是个空盘子。他问坚持3系够了没有？记录弟子下巴都要掉了，结结巴巴说够。陆沉渊手腕一抖，随手扔在地上，砸出半尺深坑，地面震了3颤。他拍拍手上的袖，淡定说有点滑，差点没拿住。周围众人看着那大坑，嘴角抽搐，这也叫滑？差点把山门砸了。熊振山突然大笑，激动的胡子抖，冲过来像看绝世珍宝一样盯着陆沉渊的胳膊，连说3个好字，夸他天生神力，简直为打铁而生，说不用考了，直接录用他亲自带去精炼堂，最多3年就是炼气师。周围人嫉妒的眼红，精炼堂可是核心部门，一步登天。然而陆沉渊后退一步，摇头感谢长老，但说不想去精炼堂。熊振山愣住，问他想去哪？陆沉渊舔舔嘴唇，眼神渴望，说听说有个地方堆放炼废的兵器和矿渣，他想去那。全场安静，像看傻子一样看他。熊振山皱眉说残冰谷是垃圾场，又脏又臭，煞气中，问他有病。陆沉渊说他喜欢安静，没大志向，就喜欢变废为宝。熊振山叹气说既然执意要去，就随他，扔给他一块令牌，以后他就是看守，虽然苦，但有个好处，没人管，随他怎么折腾。陆沉渊眼睛亮了，心想完美。半个时辰后，天风宗后山残冰谷，还没进谷就闻到浓烈铁锈味。带路弟子嫌弃的指了指路就跑。陆沉渊站在谷口，放眼望去，整个山谷密密麻麻堆满兵器残骸，断剑、废盾、炸裂丹炉，堆积如山的矿渣，巨大的金属坟场。但在他眼里，这是金山市诱人的自助餐厅。系统检测到海量金属，反应数量千万级，无法统计。品质从凡铁到地阶残片，应有尽有。系统评价为天堂。宿主当前饥饿度90%，极度饥饿。陆沉渊深吸一口充满铁锈味的空气，陶醉，闭眼说真香。迈步进谷，走到一座断刀小山前，抽出把生锈凡阶极品长刀，说拿它开胃。张大嘴像吃威化饼干，一口咬在刀刃上，嚼着含糊不清的说，等吃完这谷里的东西，他看天下谁能挡他一拳。看着漫山遍野的废铁，他笑得像个守财奴。残冰谷的日子比陆沉渊想象中枯燥且快乐。这里是天风宗禁地，也是最大的垃圾场，头顶常年笼罩着兵器腐朽散发的煞气，普通弟子待3天就疯，但陆沉渊觉得空气特别香甜。他把吞噬完精华吐出来的废渣撒在地上，伪装成自然风化。看着破账簿上的任务写着清理剑胚3000柄，入
入库。所谓的入库就是把废铁堆好。陆晨渊把账簿往屁股底下一塞，看着堆积如山的剑胚咧嘴一笑，心想分类不存在的统统进肚子里就是最好的归类。这几天他像进了米缸的老鼠，疯狂扫荡外围库存，几万把残兵断刃随便吃爽翻天。他像啃玉米棒子一样吞下一把锯齿刀。系统提示吞噬凡阶上品锯齿刀获得微量撕裂属性肉身强度提升，当前进度炼气6层肉身，短短3天硬生生吃到了炼气6层，这速度能把天才气吐血，但他还是觉得太慢。凡阶杂质太多，牙口也不够硬。上次啃黄阶下品黑金盾差点崩了牙，决定循序渐进。这时谷口传来嘈杂声，有人喊快点，热死了，小心火毒。几个杂役推着2辆冒着热气的巨大铁皮车进，还没靠近热浪就扑面而来。陆晨渊眼睛一亮，心想是新货，他装作累半死迎上去问几位师兄辛苦了，这是什么？领头杂役嫌弃的说他是新来的看守陆晨渊，说这是赤炎刀残次品500把火毒重碰一下起泡，让他负责卸货，千万别用手摸，要用钳子。说完几人像丢烫手山芋一样跑了。听着抱怨声远去，陆晨渊脸上的憨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饿狼般的绿光。车里堆满通体赤红的断刀，散发着惊人高温。系统检测到高浓度火属性金属废料，物品为炸裂的赤炎刀残次品，成分包括火金铜 30%、赤炎石 20%、凡铁 50%。系统评价为麻辣口味，劲爆，建议搭配冰水。特殊效果为大量吞噬，有几率觉醒火属性体质。陆晨渊咽口唾沫，正愁瓶颈期，这种属性金属简直是大补。至于火毒那是调料，他根本没拿钳子，直接伸出暗金色双手，滋啦一声冒出一缕青烟，烫得像伸进开水里。但对红炉炼体的陆晨渊来说，这点痛甚至有点刺激。抓起一把红彤彤的断刀，张嘴就是一口滚烫金属碎片，入口炸开，像吞了一大勺滚烫辣椒油。陆晨渊嘶了一声，哈了口气，说够味，真带劲。系统立刻运转提示吞噬赤炎刀残片，吸收火金铜精华，同时警告体内热量急剧上升。陆晨渊感觉胃变成了炼钢炉，暗金皮肤透出赤红光芒，他不敢停太上头了，左右开弓，疯狂往嘴里塞。500把赤炎刀肉眼可见的减少，他的头发变黄卷曲，体温飙升，脚下杂草焦黑成灰。吃到300把的时候，陆晨渊仰天长啸，喉咙喷出一股火苗。系统提示火属性精华达标，正在改造肌肉纤维，获得初级火焰抗性。还没完，还剩200把。陆晨渊吃红了眼，赤裸通红的上身像饕餮一样疯狂进食，终于最后一把刀柄咽下去，体内一声闷响，积压已久的火山爆发，赤红气浪扩散，方圆10米，废铁渣吹飞，地面烤黑。陆晨渊大口喘气，鼻孔喷白烟，皮肤在暗金底色上浮现暗红纹路，充满狂暴美感。系统恭喜宿主吞噬完毕，肉身强度突破至炼气7层，获得被动技能炎煞肢体初级，效果为体表温度飙升500度，攻击附带火毒。陆晨渊握拳，嗡的一声，热浪爆发，空气噼啪作响。他想试试威力，转身看向千斤重玄铁针子，低吼一声，右拳裹挟热浪轰出，巨响震彻山谷，坚硬无比的玄铁针子被打得凹陷下去，一个深泉印，边缘呈现融化状态，铁水缓缓流淌，一拳融化玄铁。陆晨渊大笑说，这才是火焰拳，不用灵力，全靠肉身发火，吃出来的力量实实在在。他摸摸肚子，意犹未尽，嘟囔着麻辣味的吃多了，上火得找点清凉的解腻。正琢磨着，一阵轻微急促的脚步声从谷口传来，伴随淡淡寒气。陆晨渊立刻收敛气息，抹了把黑灰，装狼狈躲在废铁山后探头看。谷口迷雾中走出个蓝白道袍少女，皮肤白的病态，手里提着断成2截的冰蓝色长剑，眼眶红红像刚哭过，一边走一边低头看断剑，喃喃自语说，又失败了第18把的明明控火诀没错，声音带哭腔，委屈极了。走到空地，他赌气把断剑往地上一扔，散发森森寒气的断剑正好滚到陆晨渊脚下。陆晨渊眼睛直了，系统检测到高纯度含铁废料，评价为冰镇薄荷味，清凉解暑，中和火毒，建议赶紧吃，别让它减回去。陆晨渊咽口唾沫，心想刚吃完火锅，老天爷就送冰淇淋来了。这妹子他眼熟，天风宗掌门毒女人，称炼气疯子的大师姐苏宁霜，为了练本命飞剑拜光掌门私房钱的富婆。陆晨渊看着苏宁霜，又看那把冰淇淋，嘴角勾起一抹和善的微笑。富婆送上门的废料不客气了，顺便忽悠他多送点。他从废铁山后走出，故意咳嗽一声，这位师姐乱扔垃圾可是要罚款。正抹眼泪的苏宁霜吓了一跳，猛抬头，像受惊兔子一样看过来，四目相对。苏宁霜吓了一激灵，手里半截断剑落地，猛回头，一个光膀子满脸黑灰的怪人正笑眯眯站在废铁堆后。他警惕地问对方是谁。陆晨渊拍拍手上铁锈，自报家门，说是新来的残兵谷看守，指着地上的断剑说，师姐乱扔东西，砸到花花草草不好，砸到他也很疼。苏宁霜皱眉看了看腰牌，确实是杂役，他心情正转，随手倒出一大堆亮晶晶的碎片和废矿渣，全是炼废的幽冰寒霜剑，周围温度瞬间暴跌，地上结了层白霜。苏宁霜眼圈红了，恨恨踢了一脚，说全是垃圾，明明按古方配的，怎么老炸炉，气死他了。说完转身要走，陆晨渊盯着地上那堆冒寒气的碎片，口水都要流下来。刚吃了500把赤炎刀，肚子里像火山爆发，这堆寒冰剑简直是救命稻草。他连忙叫住苏宁霜，问这废料他还要不要。苏宁霜没好气的说，不扔留着过年，寒铁废了没法回炉，除了占地方还能干嘛。陆晨渊捡起一块冒寒气的碎片，入手冰凉爽翻了，问既然是垃圾他自行处理行不行。苏宁霜不耐烦，让他随便别烦他。一声脆响让苏宁霜停下脚步，回头一看人傻了，那个冒热气的杂役竟然把坚硬寒铁碎片塞进嘴里，嚼得嘎嘣响。苏宁霜惊叫他干什么，说那是寒铁有剧毒，还硬的像钢，会把牙崩坏。话没说完，陆晨渊喉结一滚咽了下去，张嘴打了个带冰花的饱嗝，美滋滋的感叹透心凉心飞扬。系统提示吞噬幽冰寒霜剑残片，吸收极寒之气，体内火毒中和进度 10%， 获得初级冰霜抗性。苏宁霜指着他的手都在抖，问他是人是鬼。陆晨渊左右开弓，又抓起2把，说他从小胃口好，这寒铁看着硬，其实嘎嘣脆鸡肉味。2把断剑眨眼没影。苏宁霜三观碎了一地，心想现在的杂役都这么硬核吗？陆晨渊
渊趁热打铁问他还有没有这种垃圾，说他帮他销毁证据，保证没人知道他炸了多少次路。苏宁霜嘴角一抽，倒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直接把储物袋底朝天，倒出50多把废剑胚和几百斤矿石，说不怕死就全给他。陆晨渊大喜，自助餐升级豪华宴，双手化作残影抓起废料狂塞，系统提示吞噬寒冰剑胚5把，体内火毒完全中和，阴阳调和，肉身强度再次提升，吞噬寒冰矿石10块，获得特性冰肌玉骨初级，寒气入体，陆晨渊红热褪去，皮肤变成暗银色，透着冷冽金属光泽，半炷香后地上一干二净。陆晨渊拍拍肚子，打了个带冰茶的嗝，感谢款待，说味道不错，就是有点塞牙。苏宁霜像看怪物一样问他没死吗？陆晨渊原地蹦2下，踩裂地板，说活蹦乱跳，然后问他是不是觉得炸炉是因为火候不够或者材料不融合。苏宁霜一愣，问他怎么知道？陆晨渊摇摇手指说方向错了，不是火不够，是火太大，也不是材料问题，是他放多了东西。苏宁霜炸毛说不可能，那是上古残卷方子，绝对完美。陆晨渊指指肚子说配方是死的人是火，他刚吃了50把，味道记得清清楚楚。他的玄铁金粉放多了，他解释说含铁萃冰晶湿寒，加太多玄铁金粉带入土属性杂质土克水，高温下阻碍寒气流动产生气泡，最后就炸了。系统分析显示玄铁含量超标15%，建议减少用量或加入微量清风铜疏导气流。苏宁霜听懵了，仔细一想，炸炉前确实有煮开水的声音，他问那怎么办？陆晨渊说简单，玄铁金粉减2成，加点清风铜疏导气流，封住火势也能助寒气扩散，就不可能炸。苏宁霜脑子里飞快推演，全通了，这是一条全新的路。他看陆晨渊的眼神变了，心想这哪是杂役，分明是民间大神。苏宁霜扔过一瓶续元丹让他保命，说怕他吃铁撑死。说完即起飞剑冲向炼气房，陆晨渊喊了一嗓子让他别忘了磨成粉，把整瓶丹药连瓶子嚼碎咽下去，嘟囔着味道有点甜。接下来几天残冰谷里经常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。3天后，一道蓝光砸在陆晨渊面前，苏宁霜满脸通红，兴奋的像个孩子，手里握着一把流光溢彩的极品长剑，激动的说成了真的成了，加了清风铜，威力提升3成，夸他神了。他想抓陆晨渊肩膀，看他一身黑灰又缩回手。陆晨渊淡定啃了一口盾牌，恭喜师姐。苏宁霜说这次多亏他要灵石丹药功法都行，绝不推辞。陆晨渊咽下铁渣，看向内门深处，露出一口白牙，说那些他不要，问宗门有没有那种品阶特别高的顶级垃圾，比如天阶废料。苏宁霜一愣，随即眼睛一亮，说有。后山禁地藏剑冢里全是战死前辈的神兵残骸，不过只有真传弟子能进。他大手一挥，说过几天宗门大比，只要他能拿名次就求他爹让他进去参观，问他敢不敢。宗门大比进藏剑冢顶级自助餐厅。陆晨渊把剩下的盾牌塞进嘴里，眼中闪着野性的光，说成交。不过要是他拿了第一，能不能把藏剑冢里的东西都送给他？苏宁霜豪气地说他要是能拿第一，把藏剑冢吃了他都不管。陆晨渊笑了，一言为定。一声铜锣震得耳膜嗡嗡响，外门大比人山人海，裁判长老喊出下一场对阵，铸剑堂孙长风对战残冰谷陆晨渊。残冰谷3个字一出，人群哄笑，有人嘲讽那个举鼎的怪胎来了，比武比的是剑法收破烂的，怕是连把像样的剑都没有。陆晨渊慢悠悠上台，袖子挽着，小臂呈暗银色，像涂了层金属漆，两手空空。对面孙长风一身崭新白袍，提着寒光闪闪的长剑，鄙夷地问他是不是穷的买不起剑，要不要师兄借他把生锈菜刀。台下大笑，有人喊借把铲子正好铲屎。陆晨渊没理会，鼻子对着孙长风的剑抽动了一下，淡淡评价说凡阶极品掺了3钱星芒银淬过蛇毒草，材质凑合，火候差了点脆。孙长风大怒，骂他放肆一个收破烂的，敢凭他的星芒剑，直接动了杀心。陆晨渊勾勾手指让他来试试他的剑有多硬。孙长风脚下一跺，使出星芒剑法穿云刺，剑尖化作3朵剑花直奔陆晨渊要害。台下屏住呼吸，心想没兵器格挡这杂役要凉。然而陆晨渊不退反，进一步撞进剑网。就在剑锋刺穿衣服的瞬间，他抬起右手五指张开，迎着剑刃抓过去。全场惊呼他疯了，竟然用手接剑，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炸响，火花四溅。孙长风感觉刺在高速砂轮上，震得虎口发麻。定睛一看，人傻了。陆晨渊大手死死抓住剑刃，暗银色皮肤卡住锋刃，反而磨出一串串火星子。孙长风惊骇的大叫说这是凡阶极品，问他的手是不是铁做的。陆晨渊咧嘴一笑说答对了，可惜没讲。话音未落，陆晨渊左手手刀带着开山之势狠狠劈在剑脊上，怒吼说谁说他没带剑，让他们睁大狗眼看清楚，他这双手就是剑。一声清脆断裂传遍全场，削铁如泥的星芒剑被一记肉掌硬生生劈成2截，断掉的剑尖飞出去插在石柱上嗡嗡颤抖，全场死寂。手劈利剑简直是人形兵器。陆晨渊扔掉手里半截断剑，当啷一声打破寂静，问对方还打不打。孙长风双腿一软瘫坐在地说不打。裁判宣布陆晨渊胜，台下彻底炸锅。观礼台上执法大长老猛地站起，死盯着陆晨渊，惊叹他不仅仅是炼体，而是把自己练成了一把兵器，以身为剑。众长老满眼震惊。擂台上陆晨渊蹲下捡起断剑揣进怀里，小声嘀咕星芒银虽少，蚊子腿也是肉。回头冲孙长风一笑说下次找场子换把好点的剑，这把太脆，口感不好。孙长风直接吓瘫了。接下来几场陆晨渊成了全场焦点，不管对手什么花哨招式，他就一招硬刚，砍他一剑顶着火花给对方一拳，刺他一剑抓着给对方掰弯。半决赛对阵公布，陆晨渊对战周墨寒，观众再次兴奋。周墨寒是长老侄子，炼气8品巅峰，手里那是黄阶下品灵气碧蛇剑带巨的。周墨寒阴柔走来，剑身弯曲如蛇，散发腥甜，警告陆晨渊能走到这一步算他命大。但碧蛇剑见血封喉，划破一点也是死，让他识相滚下去。陆晨渊看着那绿油油的剑，眉头一皱。系统检测到寒毒金属武器碧蛇剑黄阶下品，系统评价为过期发霉的黄瓜味，口感极差且有腹泻风险。陆晨渊嫌弃的让对方拿远点，说熏到他了。周墨寒大怒，使出青蛇吐信，绿光一闪，直奔陆晨渊后颈，速度极快。陆晨渊瞳孔微缩，但依然没躲。他心想既是毒蛇，那就捏7寸，身体诡异扭曲，
避开要害，主动送上肩膀。碧蛇剑刺破他皮肤，半寸绿气蔓延。周墨寒狂喜嘲笑说中了碧蛇毒，3息之内化作脓水。陆晨渊面无表情，体内熔炉运转，刚钻进体内的剧毒瞬间被当成养料吞噬，连剑身毒素都被疯狂抽取，碧绿剑身肉眼可见变得灰白。周墨寒惊觉灵性流逝，大叫怎么回事？陆晨渊伤口恢复暗银色，一把抓住剑刃，淡淡说味道虽差，但这毒挺补，这把剑他要了。周墨寒拼命拔剑，纹丝不动。陆晨渊暴喝一声，右手红光一闪，炎煞之体发动，500度高温轰在剑脊上，极热对极寒，热胀冷缩，一声清脆炸响，黄阶下品碧蛇剑直接崩断。周墨寒遭反噬，狂喷黑色血液倒地。陆晨渊拔出肩膀断剑，连同手里半截像卷大饼一样叠在一起，一口咬下，他一边嚼得嘎嘣脆，一边评价说虽然像发霉黄瓜，但为了补2滴血勉强吃了吧。全场石化，裁判长老手里名单啪嗒掉地，他把灵气给吃了。陆晨渊看着吓傻的周墨寒说了声多谢款待。大比结束3天了，天风宗外门广场的风气全变了，以前弟子切磋点到为止，现在只要看见那个穿灰杂衣服光膀子的身影，方圆100米瞬间清场。跑得慢的第一时间把剑塞进裤裆或者储物袋，生怕露出一丁点金属光泽。有人说炼气堂王师兄刚领的烈火锤路过残冰谷，被陆晨渊撞见。陆晨渊抓着锤子当面啃了一口，说想尝尝火腿什么味。王师兄当场哭晕，那可是他攒了3年贡献点换的。众弟子缩着脖子惊恐地看着那个走进食堂的身影，说他简直是人形暴龙，太残暴了。陆晨渊很苦恼，自从大比当众表演了手撕灵剑和生吞铁片，他在天风宗彻底火了，走到哪清场，就连那个看他不顺眼的孙长风前天碰见，直接吓尿了裤子，扔下碎银子就跑。他摸摸脸，心想自己有那么可怕吗？梧桐色皮肤阳光下泛点暗金冷光，牙齿白了点硬了点，也不像妖怪。食堂大妈手抖得像帕金森，勺子里的红烧肉颤颤巍巍，结结巴巴问他要点什么，还特意强调铁勺子是公家的不能吃。陆晨渊翻了个白眼，说不吃勺子，要20斤牛肉5桶米饭，还问上次送来的废旧餐盘还有没有打包2筐带回去当零食。大妈如蒙大赦说有全拿走，不要钱，连滚带爬去搬东西。陆晨渊找角落坐下，周围几张桌子瞬间哗啦一声人跑光了，他也不在意，抓起酱牛肉往嘴里塞，肉身突破炼气7层，融合冰火双抗后胃口越来越大。普通食物不长经验，但能补气血。他在心中调出系统面板查看当前状态，境界炼气7层肉身，体质为初级红炉之躯，包含黑铁皮、碎金爪、炎煞之体、冰肌玉骨。当前状态饥饿，需要更高品质金属。下一阶段玄铁之躯需吞噬大量黄阶以上金属。陆晨渊咽下牛肉，目光灼热，残冰谷的凡阶废料吃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铁渣子跟嚼土似的没营养，想变强得搞点硬货。他掏出一块晶莹的蓝色令牌，那是苏宁霜送来的藏剑种通行令，听说里面埋着几万把上古残剑，还有地阶天阶碎片。陆晨渊舔舔嘴唇，心想那哪是坟墓，分明是他的粮仓。千里之外，云州陆家议事大厅气氛凝重，家主陆重月眉头紧锁，手里端着灵茶半天没喝。大长老放下情报问消息是否确凿，天风宗新出的人形暴龙也叫陆晨渊。情报执事跪在地上擦冷汗，说名字一样，年龄相仿，入宗时间也吻合，但此人行事风格和大少爷完全不同。此人没灵根，但天生神力，肉身如铁。大比上徒手捏碎黄阶灵气，还把断剑吃了。陆重月手一抖，茶水溅出，问他说的是吃铁，只是说千真万确，几千人看着呢，把灵剑当甘蔗啃。陆萧寒猛地拍桌站起，背着融合寒铁令的焚天神剑，一身锦衣，修为隐隐突破炼气8层。他一脸不屑说这绝对是巧合，那个废物大哥他最清楚，从小体弱多病，杀鸡都不敢，怎么可能变暴龙还吃铁？饿死鬼投胎还差不多。还强调没灵力就是个蛮子，体修是小道，只有剑道才是长生王道。二长老附和说体修没法御剑，没法施法，就是活靶子，就算真是大少爷，估计也是学了透支生命的魔功。陆重月眉头舒展，确实那个逆子被赶走时半死不活，天生废体不可能翻身。他冷哼一声说管他是不是，敢在天风宗出风头，就是不给陆家面子，戏子混得比主家好，云州百姓怎么看？陆萧寒眼中闪过寒芒，主动请缨说交给他，过几天藏剑种开启天风宗也会去，到时候他亲自会这头暴龙。他放话说会告诉那个废物，铁是用来铸剑的，不是用来吃的。在剑修面前，那身蛮肉就是稍微硬点的猪肉。陆重月满意点头，夸他不愧是麒麟儿，说这次家族全力支持他夺取屠龙剑残魂。至于那个陆晨渊，顺手清理了，别让他活着出秘境，丢人现眼。陆萧寒嘴角勾起残忍的笑意下，心中暗想，如果大哥真变成了怪物，那他就再杀一次，拆了他的骨头看看是不是铁做的。陆晨渊不知道陆家已经给他判了死刑，就算知道，也就是一句让他们记得多带点极品兵器。他站在谷口看着2筐废旧餐盘，嘟囔着虽然是凡铁，聊胜于无，咔嚓一口咬掉半个盘子。他在心中整理装备，肉身炼气7层，攻击手段有碎金爪、炎煞拳和蛮力冲撞，防御有黑铁皮和冰火双抗，短板是缺乏远程攻击和位移手段，近战无敌，但遇到放风筝的剑修或者飞在天上的只能干瞪眼。他看向夜色笼罩的群山，琢磨着藏剑种里的残剑应该有不少带特殊属性的，要是有把风灵剑或者飞羽刀吃了，能不能长翅膀或者学会喷射起飞？想到浑身肌肉的壮汉屁股喷气像火箭一样撞人的画面，他自己都乐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藏剑种势在必行。陆晨渊嚼碎最后一块餐盘，目光冰冷如铁，心想陆萧寒和陆家也要去，正好当年的账连本带利算清楚，希望他们的骨头比这铁盘子硬一点。他转身走进弥漫着煞气的山谷深处，苍狼山脉深处藏剑谷，平日里连只鸟飞过去都得被搅成肉馅，今天迷雾散开，露出了个像野兽大嘴一样的黑色漩涡。藏剑种开了，谷口早就处着3拨人，左边城主府的正规军全副武装，杀气腾腾，右边陆家那帮富二代锦衣华服，领头的正是陆家二少爷陆萧寒，中间天风宗就画风清奇了，几十个内门弟子穿着蓝白道袍挺正常，偏偏领头站着个怪胎，这人穿着洗发白的灰杂衣服，袖子裤腿完老高，露出来的皮肤呈暗银色，太阳底下都不反光，
黄像块成精的铁疙瘩。最离谱的是别人腰里挂玉佩香囊，他挂了一串生锈的大铁钩子。苏宁霜实在没眼看，让他把那串钩子收起来，说这是探秘镜，不是去菜市场进货。陆晨渊拍拍腰间的铁钩，一本正经地说这叫餐具，万一里面的剑太大的勾出来切开了吃。苏宁霜嘴角一抽，强行压下揍人的冲动，他压低声音叮嘱他进去跟紧他，说这次里面煞气重，容易把人变成只会杀人的疯子，他是体修神魂淬别逞强。陆晨渊鼻子动了动，闻着漩涡里飘出来的味，没腥味，只有一股陈年的浓郁铁锈味，简直香迷魂。他让苏宁霜放心，说他就喜欢重口味。这时候右边陆家队伍炸锅了，有人惊叹陆萧寒的新剑就是融了含铁令的焚天神剑，黄阶中品巅峰，这次秘境里绝对的大杀气。一片彩虹屁里，陆萧寒背着把通体赤红剑柄雕龙的大剑走了出来，他特意穿了身火红鳞甲，周围空气都被烫得扭曲，装腔作势到了极致。陆萧寒晃悠到天风宗这边，一脸假笑，问苏大小姐怎么带个杂役来凑数。他眼神越过苏宁霜，落在陆晨渊身上，眉头一皱，虽然撞了一圈，皮肤也黑得像铁，但这股欠揍的气质让他想起了那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大哥。没等苏宁霜开口，陆晨渊自己跨前一步报上名字。他眉心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陆萧寒背后的焚天神剑，那是他母亲留下的含铁令，被这帮强盗融了做的剑。陆萧寒愣了一下，随即夸张的大笑，说真有意思，这年头还有人赶着叫废物的名字。他指着陆晨渊对身后人说，这像不像那个被他打断腿扔出去的大，不过那个白的像娘们，这货黑的像煤球。陆家众人哄堂大笑，说那废物早饿死在臭水沟了，哪有这般专苦力的气质。面对嘲讽，陆晨渊面无表情，他盯着那把剑，喉结猛地滚动了一下，发出一声清晰的吞咽声，把笑声强行掐断。陆萧寒笑容僵住，被那眼神看得心里发毛，那不是恨，是赤裸裸的食欲，就像饿了3天的人看见了烤鸭。他下意识护住背后的剑，问陆晨渊看什么。陆晨渊咧嘴露出一口森白牙齿，说他的剑很香，让他藏好了，不然一会容易丢。陆萧寒刚要发火，一阵地动山摇，黑色漩涡猛地扩大，狂暴犀利，卷起漫天沙石。有人大吼秘境开了，抢地阶传承，所有人瞬间疯了样往漩涡里冲。苏宁霜顾不上斗嘴，带着人就冲。陆萧寒恶狠狠瞪了陆晨渊一眼，说进去别让他碰剑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剑合一。陆晨渊站在原地冷笑，心想人剑合一等着一会让他人剑分离。他紧了紧裤腰带，纵身跳进了那张黑色巨口，一阵天旋地转，陆晨渊落地，脚下不是土，是厚厚一层碎铁片。这是一个昏暗的巨大溶洞，灰雾弥漫，地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残剑，有的只剩柄，有的锈成渣。这就是几十万把兵器的坟墓葬剑主。刚进来就有天风宗弟子捂着脑袋惨叫跪地，罕剑意太强了，像针扎脑子。苏宁霜大声指挥，让大家快运转清心诀。这里的残剑带着前主人的执念，汇聚成的精神威压跟修罗场似的，连陆萧寒那种炼气8层都得开护体灵光硬抗。但陆晨渊站在那深吸一口气，那股让别人痛不欲生的煞气钻进鼻孔，爽得他浑身毛孔都炸开。系统检测到高浓度金属灵气环境，空气成分包括铁锈，威力80%，游离建议15%，怨念5%。系统评价为空气自助餐，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变强，建议大口吸别停。陆晨渊贪婪地吞吐着空气，锐利建议进肺，没伤着内脏，反而像磨刀石一样在他体内红炉里打磨筋骨。他美滋滋地感叹说，简直是疗养院。苏宁霜顶着压力过来，看他跟没事人一样傻眼，问他不头疼吗？陆晨渊随手从土里拔出一把锈剑，张嘴就是一口，像咬脆萝卜一样崩断剑身，评价说有点土腥味，不过胜在年份嘴。苏宁霜彻底无语，白担心了，这家伙都在吃下午茶了。苏宁霜指着前方说，大家都往中心区去了，传说中的屠龙剑残魂在核心境剑池，让他们赶紧去，别让陆家抢先。陆晨渊摇摇头说，中心区人太多挤得慌，指着反方向一片漆黑的洼地说，那边看着垃圾多，他去捡破烂。苏宁霜脸色大变，说那是剑骸渊，是埋废剑的地方，煞气重10倍，还有怨灵，筑基期进去都得脱层皮。陆晨渊眼睛亮了，说那不是更有嚼劲，让师姐去抢宝贝，他去那边转转，说阎王爷嫌他牙口好不敢收。说完不给苏宁霜机会，背着铁钩子像只欢脱的兔子，一溜烟钻进了那片黑漆漆的死地。剑骸渊真是鬼地方，黑雾浓得化不开，脚下全是剑骨粉末。一阵阴风，前方飘起一团半透明黑影，是个提着断刀的古代士兵模样。怨灵专攻神魂的怪物咆哮一声，扑向陆晨渊面门。普通修士早吓尿了。陆晨渊眨眨眼，问这玩意含铁量高不高？他伸手一把抓住那团黑影，系统检测到高纯度建议聚合体，成分包括精神念力和微量磁场金属粉末，评价为棉花糖入口即化，大补精神力。陆晨渊乐了，大手直接把怨灵捏成球，让他别叫了，让他尝尝。塞嘴里咕嘟一声咽下，一股清凉气流直冲脑门，脑子像被冰水洗过一样清醒，五感瞬间敏锐数倍。系统提示吞噬一阶怨灵，精神力微量提升，获得建议碎片。陆晨渊眼睛绿了，正愁精神力短板没处补，这没人要的破坑里全是脑白金。黑暗中无数双幽绿眼睛亮起，密密麻麻的怨灵被生人气息吸引过来，在别人眼里这是百鬼夜行，但在陆晨渊眼里，他擦擦口水，笑得无比灿烂，说这哪是地狱，分明是糖果屋。他怪叫一声，反向冲进怨灵群，一时间剑骸渊里鸡飞狗跳，本来追杀活人的怨灵发出惨叫，拼命往土里钻，太可怕了，这人连鬼都吃。与此同时，藏剑冢中心区，陆萧寒带着人一路过关斩将，冲到核心境剑池，坑底插着一把断了一半的巨剑，威压恐怖剑柄刻着屠龙2字。陆萧寒呼吸急促，贪婪的眼睛发红，喊出那是屠龙剑，得到传承他就能筑基。但他不知道几公里外的地下，一个吃饱喝足的人形暴龙正顺着地下灵脉打着饱嗝一路挖地道过来。陆晨渊嘟囔着甜点吃完了，该吃主菜了，一拳轰碎岩石，听着头顶的动静，嘴角勾起坏笑。他在心里对陆萧寒说，那把剑最好握紧点，不然一会儿连手带剑他都给咬下来。藏剑冢中心区乱成了一锅粥，有人为了一株焦血草拼命，有人为了半截兵器打得头破血流，断肢横飞，惨叫连连，空气里的血腥味呛得人眼红。陆萧寒带
着陆家人冲最前面，手里焚天神剑挥得密不透风，挡路的不管是谁，直接一剑劈两半。他一脚踢开挡路的尸体，不屑地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穷鬼，这点破烂也值得拼命。真正的传承在进剑池，让所有人都滚开。他根本看不上路边摊，目标明确就是屠龙剑传承。与此同时，3里外的剑骸渊安静的诡异，没有喊杀声，只有密集的咔嚓咔嚓声，像几万只老鼠在磨牙。这里是藏剑种的垃圾场，几千年来废掉的兵器全堆在这，黑乎乎的废铁堆得比山高。陆晨渊正成大字形躺在废铁堆中央，半个身子埋进袖剑堆里，舒服的呻吟说爽太爽了。废铁太多，用嘴啃太慢，他直接开了红炉之躯火力全开模式，只要皮肤接触到的金属，统统强行掠夺。以陆晨渊为中心，肉眼可见的灰色漩涡成型，周围的断剑残刀像遇到强磁铁疯狂涌向他，贴上皮肤瞬间干瘪粉碎，化作毫无价值的灰白粉末，而深处的精锐之气化作金色细流，钻进他毛孔。系统提示音连成一条线，经验条疯狂暴涨，吞噬凡阶断剑100把，吞噬生锈铁筋500块，吞噬未知古兵碎片50件。陆晨渊闭着眼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，感叹这哪是捡破烂，分明是泡金属澡。普通修士敢这么吸澡废了，但他的经脉比钢管还硬，锐气冲进去不仅没伤身，反而在疯狂打磨他的骨头。体内传出爆响，原本暗银色的骨头开始质变，颜色变深，质地变密，最后竟然泛起一层淡淡的白玉光泽，那是剑骨的雏形。还不够，陆晨渊猛地睁眼坐起，方圆10米的废铁已被吸干成粉。他看向更深处，那里插着几把断的只剩柄的巨剑，锈得厉害但煞气惊人。陆晨渊手脚并用，像只蜥蜴，在废铁山上飞快爬行，很快来到一把门板宽的黑色断刀前，周围3米寸草不生，废铁都被煞气腐蚀成了灰。他伸手去摸断刀，猛地颤抖，一股黑红煞气如毒蛇般窜出，直扑手腕。陆晨渊咧嘴一笑，说脾气还挺大，不躲反抓，一把扣住刀背，怒喝说给脸不要脸，到了他的地盘，是龙盘这是刀给他画，掌心爆发恐怖高温，红炉之躯霸道吞噬，凶煞断刀发出类似惨叫的金属悲鸣，煞气还没发威就被陆晨渊像抽水机一样硬抽进了体内。系统检测到高浓度煞气结晶和上古云铁成分，评价为麻辣烟熏味极品。陆晨渊吧唧嘴说味道不错，像腊肉，手掌一握，上古凶兵彻底崩碎，化作星光钻入身体。这只是开始，陆晨渊像台不知疲倦的推土机，在剑骸渊里横冲直撞，断毛残盾碎甲，只要是金属统统不放过，1000件3000件数量恐怖增长。随着不断吞噬，陆晨渊皮肤彻底变成纯粹的银白色，像水银浇筑。走动间体内传来铮铮剑鸣，脊椎肋骨四肢百骸正在向兵器进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剑骸渊外围被清空一大半，满地灰白粉末。陆晨渊停下看了眼系统面板，当前吞噬废旧兵器数量9980件，距离剑骨大成还差20件，就差最后一口。他锁定坑底中心，那里有个黑洞，插着几十把散发黄阶上品波动的残剑，是煞气最重的阵眼。陆晨渊纵身跳进深洞，周围煞气化作鬼脸扑来，他一声暴喝，声浪夹杂金属颤音，直接震散煞气。他张开双臂抱住那几十把残剑，怒吼，红炉全开，身体瞬间变成巨大火炉，几十把残剑在高温吸力下疯狂颤抖，最终化作流光钻入他胸膛。最后一把消失的瞬间，陆晨渊体内传出惊雷炸响，刺目白光照亮整个剑骸渊，深入骨髓的剧痛像骨头被敲碎重铸。他仰天长啸，声音却是清脆悦耳的剑吟，皮肤寸寸崩裂脱落，露出下面新生的肌肤，不是血肉是玉，白玉般的肌肤下透着森冷金属光泽，脊椎像大龙般挺起，噼里啪啦爆响。系统提示吞噬万柄残剑任务完成，恭喜宿主发生质变，获得体质百兵之躯初级，骨骼进化为天生剑骨，觉醒本命神通百兵臣服被动的，凡品阶低于宿主身体强度，当前黄阶中品的兵器无法伤他分毫，且天然畏惧。光芒散去，陆晨渊缓缓睁眼，瞳孔深处仿佛有2把利剑旋转。他看掌心皮肤细腻如玉，但他知道这层皮下有多恐怖的防御力。黄阶中品以下免疫，只要不是黄阶上品灵气，站着让对面砍都砍不动。他捡起一块尖锐铁片，对着手臂用力一划，火星四溅，连红印都没留，铁片反而卷刃了。陆晨渊握拳感受着撕裂天地的力量，肉身强度直逼炼气9层。随着一声巨响，进剑池边碎石乱飞，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崩了，所有人都盯着那个刚从地下钻出来的人影。陆晨渊拍着裤腿上的灰站了起来，上衣早崩没了，露出的肌肉线条夸张的离谱，离近了看皮肤下还透着股暗银色的金属光泽，看着就瘆人。苏宁霜捂着胸口从废墟里爬出来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问他真从剑骸渊里爬出来的，那地方狗都不敢去。这家伙不仅进去了出来还红光满面，跟吃了10全大补丸似的。陆晨渊咧嘴一笑，说算是吧，顺便在下面吃了顿自助餐，味道还行。苏宁霜直接听傻了，陆萧寒一声尖叫划破空气，死死盯着陆晨渊，脸都绿了，骂他一个废物居然没死还混进了藏剑种。身后陆家人也炸了锅，有人说这是大少爷怎么跟个铁匠似的，有人说天生废体也能扛住剑压见鬼。陆晨渊根本没搭理这帮人，眼珠子直勾勾越过众人，落在了陆萧寒背后的焚天神剑上。系统检测到高品质火属性灵剑黄阶中品巅峰，核心材料包括千年寒铁令、火晶铜和赤岩石，系统评价为香辣酥脆极品主菜，建议趁热吃。当前饥饿度30%，刚吃了1万把废剑也就垫了个底。陆晨渊喉结滚了一下，那剑里有母亲寒铁令的味道，这会儿裹着火灵力，闻着太香了。陆晨渊一步步走过去，脚踩在岩石上，咔嚓作响，听得人牙酸，叫了声好久不见二弟。陆萧寒冷笑，杀意都不带藏的，嘲讽他命挺硬，把皮练得跟乌龟壳一样就能装神弄鬼了，说这是藏剑种，不是他要饭的地方。他指着池底那把断掉的屠龙剑，一脸牛气，说那是准地阶神兵，只有真正的天骄才配，他这种垃圾连看一眼都不配。陆晨渊扫了一眼那把断剑，系统评价屠龙剑残存版准地阶，灵性流失严重，太老了个牙，且煞气太重，吃了容易闹肚子。他一脸嫌弃说就这破烂锈的都掉渣了，白送他都嫌塞牙。陆萧寒气炸了，骂他狂妄，说这是上古神兵，他
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陆晨渊摇头抬手，手指泛着金属光泽，指指陆萧寒背后的剑，说他不酸，因为他看上更好的了。他叫了声二弟，说他背上那把不错，成色心火后足。他刚吃了点凉的，正好想吃口热乎的暖暖胃。陆萧寒气急反笑，问他看上焚天神剑了。他拔剑出鞘，红光炸裂，热浪滚滚，嘲笑陆晨渊也配，说这是父亲容了那个贱女人的寒铁令裁出的神兵，他摸一下的资格都没有。听到贱女人三个字，陆晨渊眼神瞬间冷得像冰，刚才那种想吃东西的戏谑直接变成了杀意。他声音不大，却让人头皮发麻，说本来想直接吃了的，现在改主意了，先打碎陆萧寒的牙，再当面把这把剑嚼成渣。陆萧寒还没动，他身后2个练气8层的护卫先忍不住了，冲上来要废了陆晨渊给二少爷助兴。两人一左一右配合极好，一把阔剑劈脑门，一把软剑刺肋下。苏宁霜惊呼让他小心，陆晨渊纹丝不动。就在阔剑要砍中脑门的瞬间，体内突然一声剑鸣，系统检测到低阶兵器攻击凡阶极品判定无效，被动触发百兵臣服威慑。护卫手里的剑在离皮肤3寸的地方疯狂抖动，那是来自灵魂的恐惧。拿软剑的吓尿了，感觉剑要自己飞走；拿阔剑的是个愣头青，咬牙硬劈。一声巨响，阔剑砍在陆晨渊脑门上，火星子四溅，他连根头发都没掉，阔剑反而被震得高高弹起。那个护卫虎口瞬间炸裂，整条胳膊骨头都被震酥了，一口老血喷出来，惊恐地看着陆晨渊光溜溜的脑门，心想这特么是铁做的，铁做的也得留个印子。陆晨渊淡淡说力气太小没吃饭吗？突然抬手一把抓住还在震荡的阔剑剑刃，说既然拿不动那就别拿了。凡阶极品的阔剑跟脆饼干一样，直接被他捏成了碎片。护卫惨叫还没出口，陆晨渊反手一巴掌，脑袋像西瓜一样被抽得转了3圈，人直接横飞进乱石堆，不知死活。他转头看向另一个拿软剑的，那人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，喊大少爷饶命，说他是被逼的。陆晨渊连看都没看地上的软剑一眼，凡阶垃圾没胃口。他跨过跪着的人，一步步走向脸色铁青的陆萧寒，问他这就是他的依仗，2条狗加2块废铁，全场死寂，用头接剑徒手捏碎极品凡兵，这还是人吗？陆萧寒死握着焚天神剑，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废物变了，但他不服，他可是练气8层巅峰的剑修。他怒吼，全身灵力灌注，剑身火焰暴涨3尺，使出焚天剑法炎龙焚日。那把剑仿佛化作一条狰狞火龙，张开血盆大口扑向陆晨渊，这招威力足以秒杀练气9层。苏宁霜大喊快躲，那是属性攻击。陆晨渊没躲，他看着扑面而来的火龙，反而咽了口唾沫，心想多好的食材外酥里嫩。他嘴角勾起一抹疯狂，张开双臂像拥抱情人一样，说吃自助餐的时候为什么要躲，让宝贝到哥哥嘴里来。红炉之躯全功率开启，炎煞之体同源吸收，百兵臣服压制，暗银色皮肤瞬间变红。陆晨渊像个烧红的铁人，不退反进，直接冲进了滚滚烈焰。陆萧寒冷笑说找死，下一秒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漫天火光中，一只赤红大手无视烈焰灼烧，直接穿透火龙虚影，死死扣住了焚天神剑的剑锋。火焰散去，焦糊味呛鼻。陆晨渊上半身赤裸皮肤呈现出烧红的暗红色，右手像铁钳一样死扣着剑刃。对面陆萧寒脸涨成猪肝色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那剑却纹丝不动。陆萧寒嘶吼让他松手，陆晨渊歪头看着他，嘴角带笑，说二弟剑都送手里了，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手指在滚烫剑身上一抹滋滋作响，评价说这火候正好，再烤就老了。陆萧寒羞愤欲绝，堂堂天骄被废物空手接白刃，脸都丢尽了。他眼神一狠，猛地单手掏出一张紫色符箓，拍在剑柄上，吼出紫雷符引雷入剑，陆家绝学紫雷灭世。乌云压顶，一道紫雷撕裂长空，精准轰在焚天神剑上，赤红剑身瞬间变成耀眼的紫红，狂暴雷蛇与火灵力融合，化作恐怖的雷火之力。陆萧寒吼得歇斯底里，灵力不要钱似的灌进去，是要把陆晨渊炸成灰。苏宁霜大惊失色，喊他快松手，那是筑基器的威力。周围修士吓得连滚带爬，说陆萧寒疯了，这是要自爆神兵。然而处于爆炸中心的陆晨渊不仅没松手，反而咽了口唾沫，他眼睛亮得像看见了洒满孜然的烤串，嘟囔说带电的这口感有点像跳跳糖。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光芒吞噬方圆几十米，冲击波掀翻岩石，连那把屠龙剑都被震得嗡嗡响，烟尘散去，全场死寂。那个熟悉的身影双脚陷进岩石，依然挺得像杆标枪，他左半身赤红，右半身紫电缠绕，那恐怖的雷火爆炸竟然被吸进去。陆萧寒瞳孔地震，陆晨渊张嘴吐出一口带火星的黑烟，晃晃脑袋，身上的紫电噼里啪啦钻进毛孔，说有点麻。系统提示吞噬雷火混合能量，获得初级雷电抗性，肉身淬炼度100%，达到炼气9层巅峰。陆晨渊看着手里暗淡无光的焚天神剑，咧嘴一笑，说二弟这剑不太行，响声挺大，也就是个大号炮仗，既然没劲了该他了。五指猛地收紧，清脆的裂响传来，陆萧寒心脏猛抽，喊住手。陆晨渊面色冰冷，说这把剑里有他母亲的东西，陆萧寒不配用。手臂肌肉隆起像岩石，怒喝给他碎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那把引动天雷的准黄阶上品神兵，像块干脆面一样被陆晨渊硬生生捏碎了，赤红碎片崩飞。陆萧寒手里只剩个光秃秃的剑柄，他呆滞的看着急火攻心，一口血喷出来。陆晨渊没停，抓着一把锋利的碎片，像抓瓜子一样，他拿起一块最大的剑尖碎片，当着陆萧寒的面扔进嘴里，令人牙酸的咀嚼声响彻全场。他边嚼边点评，说果然是脆脆沙的口感，外酥里嫩，带点麻辣，比刚才那些破烂强多了。陆萧寒手指剧烈颤抖，恐惧终于压倒了愤怒，喊他是魔鬼，他吃剑。周围人看傻了，杀人诛心，毁了兵器还当面吃下去。陆晨渊咽下碎片，含铁令精华归位，他眼神冰冷，说这本就是拿他的东西做的，吃回来合情合理。然后抓起一把碎片，猛地朝陆萧寒脸上撒去，碎片如暗器激射，陆萧寒惨叫着倒飞出去，肩膀大腿被扎成了筛子，像条死狗一样抽搐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所有人都像看神魔一样看着那个脚铁的男人。陆晨渊打了个火星味的饱嗝，拍拍肚子，目光越过陆萧寒，落在镜剑池中央那把屠龙剑上，那剑孤傲的立着，剑气凌厉。他嘟囔说刚才还嫌这把剑个牙，不过现在胃口打开了也不是
不能尝尝。迈步走向觐见池，无视所有人的目光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别浪费。准地阶的味道应该更带劲。”走到近前，屠龙剑感应到危机剧烈颤抖，爆发出一股恐怖煞气，想要逼退他。陆晨渊笑了，伸出那只沾着雷火痕迹的大手，说了声“乖到碗里来”，一把抓住剑柄。屠龙剑爆发出一阵凄厉剑鸣，肉眼可见的黑色煞气像黑龙一样顺着陆晨渊手臂缠绕，疯狂绞杀。这是准地阶神兵的傲气，他不甘心被一个凡人当口粮。陆晨渊手臂被勒得滋滋响，却扣得更紧，冷冷说：“要么臣服，要么进肚子变废渣，让他选一个。”体内天生剑骨一震，吞噬万剑养出的霸道气息爆发，屠龙剑瞬间僵住了。他感觉到了这个人类体内埋葬着成千上万个同类，那是兵器的坟墓。屠龙剑耸了，煞气消散。陆晨渊猛地向上一拔，巨石炸裂，沉寂千年的屠龙剑被单手拔出，通体漆黑，寒光星际。他像扛烧火棍一样往肩上一扛，转身，不远处满脸血污的陆萧寒像疯了一样爬起来，举着半截剑柄冲过来，歇斯底里的吼：“他是陆家麒麟儿，凭什么抢他的东西，让他还回来？”此时的陆萧寒就像个输红眼的赌徒，披头散发，哪还有半点天骄的样子？陆晨渊眼神平静，问了句：“麒麟儿。”就在陆萧寒冲到面前的瞬间，反手一巴掌抽了过去，这声脆响比捏碎神剑还亮。陆萧寒在空中转了3圈，半边脸肿成发面馒头，几颗牙混着血飞出，重重砸在地上。他嘴里不停念叨要杀了陆晨渊，说父亲不会放过他。陆晨渊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，问他觉得那个拿儿子练剑的男人能救他。他弯腰，动作慢得让人窒息，没捡屠龙剑，而是捡起地上散落的焚天神剑碎片。他两指夹起一块锋利碎片，让陆萧寒看好了，说这是他引以为傲的神兵，也是他母亲留下的东西。在陆萧寒惊恐的注视下，他把碎片扔进嘴里，像嚼硬糖一样。陆萧寒崩溃了，往后缩着身子，喊不要骂他是疯子是魔鬼。这种眼睁睁看着本命兵器被当零食吃的恐惧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陆晨渊让他别急说，还有很多。左右开弓，抓起一把碎片，死寂的藏剑冢里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每一声都像重锤砸在陆萧寒心口。系统提示：吞噬焚天神剑碎片30块，含铁令精华回收完毕。肉身强度微量溢出，正在强化指甲。几分钟后，地上一干二净。陆晨渊打了个饱嗝，蹲下身，把沾着铁粉的手在陆萧寒颈袍上擦了擦，说多谢二弟送的口粮，这顿饭他很满意，除了有点塞牙。陆萧寒哆嗦着嘴唇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彻底吓傻了。陆晨渊扛起屠龙剑，背影如山，让他回去给父亲带个话，下次想杀他多带点极品兵器，黄阶中品的太岁没嚼劲，让陆重月把家里压箱底的地阶宝贝都拿出来，他不挑食。陆晨渊转身就走，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，所有人像见鬼一样拼命往两边挤。他路过苏宁霜，咧嘴一笑，说这把剑他带回去慢慢啃，其他的他们随意。苏宁霜苦笑说他开心就好。看着那个扛剑离去的孤傲背影，所有人都知道云州的天变，天风宗的石铁暴龙回来了。陆家护卫这才敢冲过去扶起陆萧寒，他瘫软在地，眼神空洞，嘴里不停念叨吃了他，吃了他是怪物。他得到心碎的比剑还彻底。山路上，陆晨渊心情大好，肉身突破炼气9层巅峰觉醒天赋，还拿到了母亲遗物和一把准地阶口粮。他在心中问系统，吃了这把屠龙剑能不能筑基？系统评估显示屠龙剑蕴含龙血与剑意，完全吞噬后筑基成功率99%，大概率觉醒神通龙蟒之力。陆晨渊摸摸肚子，说龙蟒之力听着就猛，不过今天吃撑了，先回去消化消化。他看向远处高耸入云的天风宗主峰内门，心想听说内门兵器库比外门大10倍，长老都很有钱。陆晨渊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，自言自语说天风宗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饭桶了。